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分享。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一本改变无数人情绪健康观念的书《情绪急救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盖伊·温奇博士 （Guy Wins），PhD。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心理学家，拥有超过20年的临床实践经验。温奇博士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，还通过电视节目、演讲和书籍，将复杂的心理学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众。情绪急救是一本关于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创伤的实用指南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情绪上的小磕小碰可能比身体上的伤害更频繁地发生，但往往被我们忽视。温奇博士通过这本书，教会我们如何识别、治疗和预防这些情绪创伤，从而提升我们的整体幸福感。想象一下，你刚刚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考试，结果并不理想，你感到沮丧、失落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。这种情绪上的打击可能会持续数天，甚至数周，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。你可能会问，我该如何应对这种情绪上的创伤？情绪急救正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写的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名人事迹。著名作家 J.K. 罗琳 J.K. 罗琳在出版《哈利波特》之前，曾经经历了多次退稿，生活一度陷入困境。他曾公开表示，那段时期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，但他最终通过自我疗愈和坚持不懈，成功走出了困境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情绪上的创伤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。1. 情绪创伤的普遍性及其影响。温奇博士在书中首先强调了情绪创伤的普遍性，无论是工作中的挫折、人际关系的破裂，还是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，这些都会对我们的情绪造成伤害。情绪创伤不仅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，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根据心理学研究，情绪创伤会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威胁反应系统，导致我们产生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。这种反应系统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，用于应对外部威胁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中，这种系统常常被过度激活，导致我们长期处于压力状态。温奇博士建议我们首先要学会识别情绪创伤的迹象，例如持续的负面情绪、失眠、注意力不集中等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运用书中介绍的各种方法来缓解这些情绪，例如情绪释放写作、自我同情练习等。这些方法不仅能帮助我们缓解当下的情绪，还能增强我们的情绪韧性。温奇博士在书中写道，情绪创伤就像身体上的伤口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可能会感染恶化。他以一位患者为例，这位患者因为一次工作上的失误，长期陷入自责和焦虑中，最终导致严重的抑郁症。通过运用书中的方法，这位患者逐渐学会了自我同情和情绪释放，最终走出了困境。自我同情的力量。自我同情是情绪急救中一个重要的概念。温奇博士认为，自我同情是应对情绪创伤的关键。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缓解负面情绪，还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情绪韧性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自我同情能够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关怀系统，从而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。这种反应能够中和负面情绪，帮助我们恢复心理平衡。温奇博士建议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培养自我同情。自我对话，用温柔、关怀的语言与自己对话。例如，我知道这很困难，但我会支持自己。情绪释放写作，写下自己的感受和想法，不加评判地表达情绪。冥想和正念练习，通过冥想和正念练习，培养对当下情绪的觉察和接纳。温奇博士在书中写道，自我同情不是自怜，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关怀。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，能够给予自己足够的支持和理解。他以一位患者为例，这位患者因为失恋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，通过自我同情练习，他逐渐学会了接纳自己的情绪，并最终走出了失恋的阴影。3. 情绪释放写作。情绪释放写作是书中介绍的一种有效的情绪管理方法。通过写作，我们可以将内心的负面情绪表达出来，从而达到情绪释放的效果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写作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思绪，释放压抑的情绪。这种方法不仅能缓解当下的情绪，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温奇博士建议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进行情绪释放写作。设定时间，每天花10到15分钟进行写作。自由表达，不拘形式，不加评判地写下自己的感受和想法。反思和总结，在写作结束后，反思自己的情绪，并总结经验教训。温奇博士在书中写道，情绪释放写作就像心灵的排毒，它能帮助我们清除内心的垃圾，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纯净。他以一位患者为例，这位患者因为工作压力而感到焦虑，通过情绪释放写作，他逐渐学会了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并最终找到了应对工作压力的有效方法。4. 情绪急救箱。
温奇博士在书中提出了情绪急救箱的概念，这个急救箱包含了一系列应对情绪创伤的工具和方法，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，能够快速有效地进行自我疗愈。情绪急救箱基于认知行为疗法 CBT 和正念疗法等心理学理论，通过这些方法，我们可以改变对负面情绪的认知，并培养积极的情绪反应。情绪急救箱包含以下几种工具：情绪释放写作，如前所述，帮助我们表达和释放情绪；自我同情练习，如前所述，培养对自我的关怀和理解；正念冥想，通过冥想，培养对当下情绪的觉察和接纳；认知重构，改变对负面情绪的认知，例如将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。温奇博士在书中写道，情绪急救箱是我们心灵的急救包，它能帮助我们在情绪风暴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。他以一位患者为例，这位患者因为家庭问题而感到压力重重，通过运用情绪急救箱中的各种方法，他逐渐学会了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并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。5. 情绪韧性的培养。情绪韧性是指我们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，能够保持积极心态和有效应对的能力。温奇博士认为，培养情绪韧性是应对情绪创伤的根本方法。情绪韧性基于积极心理学和韧性理论，通过培养积极的情绪反应和有效的应对策略，我们可以增强自己的情绪韧性。温奇博士建议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培养情绪韧性： 1. 设定积极目标，设定可实现的目标，并为之努力。2. 培养积极的情绪反应，例如感恩、乐观等。3.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与家人、朋友保持良好的互动。4. 寻求专业帮助，在必要时，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。温奇博士在书中写道，情绪韧性就像心灵的肌肉，它需要我们不断的锻炼和强化。他以一位患者为例，这位患者因为失业而感到绝望，通过设定积极的目标和培养积极的情绪反应，他逐渐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，并最终恢复了生活的信心。总的来说，情绪急救是一本关于如何应对情绪创伤的实用指南。它不仅教会我们识别和管理情绪创伤，还提供了多种有效的自我疗愈方法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，并找到应对各种情绪挑战的有效途径。情绪健康是我们整体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你正在经历情绪上的困扰，或者希望提升自己的情绪韧性，我强烈推荐你阅读《情绪急救》。这本书不仅能为你提供实用的建议，还能激励你采取行动，改变自己的生活。记住，情绪创伤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学习如何进行情绪急救，培养自己的情绪韧性。相信自己，你拥有无限的潜力，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让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共同追求情绪健康和幸福生活。谢谢。